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语，欢迎您收看三语漫谈。咱们上一期节目里边讲到，早在中国唐朝的时候，俄罗斯只是一个面积不到800平方公里的小国家，它最早的名字叫做基辅罗斯，它的首都就是今天乌克兰首都基辅所在的位置。经过几百年的战争和领土吞并，基辅罗斯也从刚开始时候的800平方公里的面积，发展到了从今天的黑海到波罗的海之间，几乎上囊括了俄罗斯现在整个东部地区的版图那么大的面积。在12几年，蒙古人崛起，蒙古帝国开始西征，基辅罗斯被肢解，那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它被分裂成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大公国。如果你臣服于蒙古人的话，那么就册封你一个公国的地位。蒙古军队撤走以后，那么蒙古帝国向这些大公国们呢，就分别派出使者来进行管理。因为蒙古的军队它是非常少的，它只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嘛。有句话就是这么说的，10万蒙古人就统治了半个地球，那么就可想而知嘛，蒙古的军队它才有多少人。在闪电战之后，杀人立威，进行屠城，甚至呢整个国家的人全部给你杀掉，用这样的方式呢来瓦解这些被侵略国家的反抗意志。当基辅罗斯被蒙古人给分裂掉之后，其中就有一个叫做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在当时呢就是一个伐木的小村庄，这里它并不是都市，也并没有城镇，就是一个小村子。它的道路崎岖，地形复杂，对于蒙古帝国的军队来说呢，这种地方它是不愿意去染指的。就是我大部队我开进去打你，我不划算嘛，我进去打你一趟，我掠夺来的资源甚至呢还不能平衡我支出的军费，最主要的是还拖慢了我整个大部队侵略其他国家的速度。所以呢，这个莫斯科大公国在蒙古人的眼里边呢，就属于这样的一个垃圾地方嘛，我就懒得管你的这种一个地方。蒙古人册封了莫斯科公国以后，就留下了使者，蒙古人的大部队呢就撤走了。然而呢，恰恰就是这样的莫斯科大公国，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它就更加容易滋生出来反抗蒙古人的力量。到了14几年，大概就是蒙古人入侵200多年以后，莫斯科大公国开始造反了。他把蒙古人所派遣的使者杀了，除了宣布独立之外，他还对周边的这些蒙古人所册封的这些大公国进行吞并，并且从蒙古人的手里边呢夺得了大量的以前根本就不属于斯拉夫民族的这些土地。在蒙古人的时代结束之后，特别是到了近代，俄罗斯对外输出革命，把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样的癌细胞散布到整个世界之上。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输出革命呢？他真的是为了他们所谓的革命理想吗？那当然不是了。俄罗斯的目的非常简单，乌鸦三语用一句话就能把它讲清楚：输出革命，培养傀儡政府，最终达到吞并你土地的目的。从莫斯科大公国开始造反，杀掉蒙古人的使者，开始吞并周边这些大公国开始算起，到苏联共产党1917年布尔什维克成立期间的这500年的时间，俄罗斯呢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对外扩张的步伐。古时候的人他活的时间短啊，在中国的很多记载里面呢，就是30多岁、40岁你就到头了。他拥有到的是2.5地的一个立体。那对于中国人养猪种地的民族，他尚且如此，那老毛子他更不如中国啊！他天寒地冻的，他活的时间肯定更短啊。所以呢，这500年的时间足可以经历10几20代人，在这10几20代人做同样的事情的前提之下，那么这件事情就必然的成为他们的民族特性。这种特性那自然的也延续到了当代，延续到了近代。所以就说呢，到了苏联共产党时期，他不能说这种特性就不存在了，对不对？那么苏联共产党所扶持起来的这些傀儡政府们，它的数量可不少啊。早在1919年，苏联成立了第3国际，说起来什么第1国际、第2国际、第3、第4、第5国际这些东西，相信呢，没有在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共产主义国家生活过的朋友们呢，你们可能不了解这些东西啊，就是在上个世纪俄罗斯搞出来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大联盟嘛。他把全世界的这些共产主义组织把它笼络起来，把这些全世界的共产党们把他们组织起来，最后对他们发号施令，以达到俄罗斯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是不是就通过成立这样虚头巴脑的一个组织，就对全世界拥有共产党的这些国家们就拥有了掌控权？我孩子们就老慌，爹亲娘亲儿子亲闺亲都没有共产党亲。那这时候的问题就来了，全世界各个地方这些共产党们，他们手上拥有权力，拥有财富，很可能还拥有军队。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就觉得太有意思了。这个世界上曾经我想要去支配一个国家，我首先需要发动战争，要把这个国家的军队先把它全部消灭以后，让他们无法反抗，这个时候呢，我才能对他们进行支配。我可以选择把他们纳入自己国家的版图，对他们进行直接统治，或者是扶持一个傀儡政府，就像蒙古对俄罗斯所干的事情一样，让这个傀儡政府完全听命于我。
我不用去担负侵略者这样的骂名以及以后被人民推翻的风险，但是却实实在在的拥有一个侵略者该有的所有的好处。上面这2条路啊，它走起来都比较困难。但是苏联共产党这些老毛子们呢，他们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第3条路，我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花一点点小钱，我就能支配整个世界。我并不需要自己出兵去打败这些所有的国家呀，我只需要出钱去扶持这些国家的革命组织。当这些革命组织推翻了他们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之后，那么对于我掌控的这些革命组织，他们做大以后，是不是就等同于我俄罗斯当年出兵把这些国家打败再扶持起来的傀儡政府，它是同样性质的。但是区别就在于我没有费一兵一卒，我花费的金钱呢，甚至不如一场战争的1%。对于这些已经做大的共产主义国家，那么他们的领土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领土嘛，我们共产党人是不分家的嘛，对不对？我们是要来一起建设这个美好的新世界的呀。所以呢，你们这些共产党们，快把土地交过来吧。除了共产主义兄弟情之外，这也是爸爸对儿子的一种索取啊！这个他妈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一种入侵手段啊！所以呢，乌鸦三语一直认为，共产党这样的组织，当你信奉它的时候，你实质上就已经被智商筛选过了。首先，妄图用自己心中这个崇高的理想去建设一个美好世界的这种愿望，用这个东西成为你自己的最高的道德准则，它本来就很可笑啊！首先，人的寿命它有限啊，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在你人生面临任何选择的时候，你的首要选项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好一些，这是天性啊，这你无法改变的，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该有的选择。我们现在整个正常的人类社会，它运行的驱动力，也就是由这些让自己生活更美好的愿望来驱动的。除非你是一个神，你的寿命无限，你的时间无限，并且不用担心自己生病，也不用吃饭睡觉。这个时候的众神们可以坐下来一起去探讨一些更加深入的问题，这个时候也才有资格去探讨这些问题。所以这些违背人性的思想，不管他们是邪教也好，还是说就是共产主义也好，他们对于自己的信众都有一个智商的筛选过程。那么先编出来一套歪理邪说，如果说你真的信了这套歪理邪说，那就说明你智商有问题嘛。那么如果我作为整个组织的操纵者来说，当我手底下的人都是这种智商，那他们自然没有脑子来防我嘛，对不对？作为整个利益链条顶端的那个人来说，那他是乐见其成的。下边呢，咱们就说个例子来看一下这些共产党领导们他们是怎么说一套做一套的。这张图片在网络上边呢流传已久，相信大家都已经见过。后边的故事呢，现在有些共产党出来给毛泽东洗地，事实上他们却是越洗越黑。这段文字上写的是：小张，你好些了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来上班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去吃饭吧。毛泽东。这个小张呢，她名字叫做张玉凤，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专门伺候毛泽东的一个服务员。她和毛泽东之间有没有一腿呢？这个咱们还真不知道。但是呢，通过这张字条，我们也可以窥见一斑。那些给毛泽东洗地的呢，他们说这个小张啊，指的是张先鹏，是毛泽东的一个警卫员，是个男的。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马上入土的一个老头子，他跟一个年轻小伙子警卫员说我想你，这是他妈是不是哪里有些不对吧？莫非这毛泽东的性取向有问题，他在搞基吗？所以呢，大家看，对一个年轻女孩子身体的向往，作为一个老头子的毛泽东，到了老年他仍然如此。他并不是一个神，他就是个人嘛。你那些什么所谓的崇高的革命理想都他妈见鬼去吧。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就算领导人他想干这种事情，但是呢，他受制于法律，受制于舆论的监督，他不敢这么干。但是这些共产国家的领导人呢，他们可真的就是随心所欲啊。这个张玉凤到年老之后，他写了一本回忆录，但是这本书呢被共产党高价收购，最终呢禁止出版。那么对于这些共产党，他们所犯出来的这些歪理邪说是什么呢？他们就觉得要把自己先牺牲掉，只有把自己牺牲掉，你才能换来一个美好的生活。所以呢，你们这些共产党员们，你们需要去承受别人不能承受的痛苦，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饥饿和贫穷，最终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这才是你们共产党人的一个完美的轨迹。大家看这里是不是呢？就是把自己一个普通人的肉身强行的安上一个神的思想，最后把这两股东西啊放到自己的脑子里边，让他们进行搏斗，进行拉扯。这种搏斗的结果无非就两种，要不然你就变成一个精神病的患者，你住进了精神病院；要不然你就选择了说谎，让自己嘴上说着神的话，身上呢却做着人的事。所以在乌鸦三语看来呢，一直都认为共产党它就是一个恐怖组织。因为对死亡进行粉饰，并且呢鼓励你去这样做，让你去奉献自己的生命而达到某种目的，这只有恐怖分子才会干这种事情。那么综上所述，会信奉这么逻辑上面就有问题的一套理论的人，他们是不是智商上面就有问题？这个时候的苏联共产党，它建立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第四、第五国际，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建立那么多国际组织呢？所谓的共产国际组织，它只要有一个就好了嘛。那这是为什么呢？它的根本其实上还就是共产党撒谎的本质。这些共产国际组织，它手上拥有权力啊，它可以去支配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们，它更可以从其他的这些国家获得巨量的财富。那么朋友们，请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的每一场战争，它打的无非就是一个权力，一个财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更多的。那么俄罗斯手上的这些共产国际组织，它拥有那么大的权力，它拥有那么多的好处，那么自然是一大堆的俄罗斯老毛子都想去当这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嘛。就算说是捞不到经济上的好处，那至少能让自己的思想变成这个世界的思想，这多他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好，那么第一国际已经存在了，你的方针政策，你的负责人，你的领导人已经确定了，我在里边捞不着好处，那怎么办呢？我去搞个第二国际吧。于是呢，这种国际就越搞越多，一直搞到第5国际。所以呢，共产党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笑话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把它用在共产党人身上，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大家请看一下，在第3国际成立的时候，我对你们第2国际的方针政策不满意，但是我并不能去直接的反对你们，把它说出来，并且呢改变这些方针政策，因为我们要讲共产主义兄弟情嘛，大家呢都是拥有同样目的的好同志，我们怎么能窝里斗呢？我们不斗的。大家看，这就是各怀鬼胎的一群人，但是表面上又要维持和平，这不正是我们古话里边所讲的小人同而不和吗？我要反对你，我要搞你，我不能面对面的去搞，我不能正大光明的去搞，在嘴里边我要说着我支持你，我拥护你，我们都是革命好兄弟，革命好同志，但是背地里边并不妨碍我再去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争夺你的权利。所以就说呢，共产党呢就是一群小人嘛，他们撒谎的本质就是源于此。前面我就总结过嘛，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体上边安了一个神的思想，这时候呢他们就开始不说人话了嘛，一群善于伪装善于撒谎的人建立起来的一个邪党，然后把他们传播到全世界上面去。那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产党又把这些善于撒谎善于伪装善于说假话的人全部笼络在一起，把这一小撮恶人给纠集起来，用他们这些小人的恶劣手段，最终把他们国家这些善良的人完全打败，最终取得了政权，取得了天下。这个呢就是这些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他们为什么会邪恶的根源。好，就是这个第3国际在1920年的时候来到了上海，他派出了一个代表叫做维金斯基，他在上海建立了一个联络处，在这里呢笼络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那一批人。有资料表示说，在20年代的中国，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工人，他每个月的月薪大概是20个银元，但是在同一个时代，毛泽东拿着俄国人给他的月薪呢是160个银元，相当于8个工人的工资。如果放在今天的中国来说，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是3000块钱多一点。那么毛泽东如果在今天他拿到境外势力提供给他的工资呢，大概就是24000块钱人民币每个月。那么按照今天的汇率，大概是相当于103000新台币。那么毛泽东这样的作为一个收着境外势力的提供的资金来颠覆和分裂国家政权的这样一个犯罪分子来说，那么最后当他大权在握夺得天下之后，他怎么可能会少得了对于俄罗斯人的回报呢？那么这不正是中国丢失了大片领土的根源所在吗？我补充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呢是在我做后期的时候才想到的。很多人都觉得当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战争，为了争夺那几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岛，不惜呢大打出手，认为这个事件呢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决裂，也是中国脱离苏联控制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它后边的那些历史原因呢，我就不去深究，我只打一个非常简单的比方，就比如说中国呢在村子里边它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而俄罗斯呢它就是一个地痞流氓。有一天这个地痞流氓把这家农民的土地全部给占了，甚至呢把他的房子都推倒了。这个农民翻来覆去睡不着，为了这件事情啊，他决定一定要找这个流氓要个说法。但是刚刚走到地痞家的门口，这个农民就怂了。这个地痞看到他以后呢，还非常热情的跟他打招呼，问他你过来有什么事啊？于是这个农民就说了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情，说去年你跟我家借了2两油，你还没还我呢。于是呢，俄罗斯就对他说，来，我还给你吧，这个事情我都已经忘掉了。所以就说，当一个弱者他试图去找补回来一些面子的时候，把嗓门呢提得非常的高，但是这一切都是做给自己家里边人看的，而事实上他提出来的呢，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一些小要求。那么毛泽东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在和俄罗斯进行领土问题的交涉的时候，他们的心理呢，正是这种老实巴交的农民和恶霸之间的这种心理过程。好，我们还是回到1921年的上海。
就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组织第三国际派出他们的代表维金斯基来到上海组建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个事情的20年前，1900年的时候，俄国的军队刚刚才吞并了中国外东北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借着义和团破坏铁路为名，对中国人进行屠杀，制造了海兰炮事件以及江东64屯惨案。这些事件它是无差别攻击，它仅仅就是用肤色和种族来进行定罪，以此来决定他是生还是死的一种审判过程。就在俄国人干完这些事情以后，仅仅就是20年之后，他呢立刻派个代表过来，在中国组建一个反政府的政党来进行分裂，并且进行革命。那么这个政党呢，就是中国共产党。那么大家想，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他真的是要来救赎中国的老百姓吗？如果说苏联共产党这么对你说，你相信吗？那正如大家所想的一样，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曾经吞并掉的这些土地把它洗白。曾经那些被吞并的土地，那是俄国沙皇干的。那现在我们已经革命了嘛，我们都已经布尔什维克了，对不对？那对于中华民国政府来说，那对于这些土地呢，他们是绝对不承认，而且一定是要回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对于俄罗斯老毛子来说，他们会怎么办呢？那我自然是要扶持一个傀儡政权嘛。既然你们中华民国不承认，那我就扶持一个中国共产党来推翻你们嘛。最后只要这个傀儡政权他承认，那么这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我俄罗斯的。大家看，这个呢就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一个逻辑。苏联老毛子对于解体别人的国家，他的确是有他们的一套的，他们已经把这套东西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说到了今天，你在 YouTube 上面还能听到很多 YouTuber 在主张的要分裂中国，把中国分裂成多少多少部分，然后中国才有一个好的未来。但凡你听到这种思想、这种观点，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苏联人所留下来的。至于说现在这些 YouTuber 他们为什么又捡起这些东西来说，绝大部分可能性呢，就是他们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新玩意儿，一个说起来非常酷的一个论点，但是他们就不知道这些所有的东西啊，都是苏联共产党玩剩下的。首先，在经历了蒙古人几百年的统治之后，俄罗斯人也从蒙古人的统治手段里边悟出来了一些道理。我们都知道，蒙古人呢，他是一个游牧民族。当你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驱赶着几千上万头绵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需要非常多的技巧。如果说你操作不慎，那你将损失你的羊群。在草原上啊，区区的2-3个牧民可以驱赶几千头的绵羊。大家想，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当每天放牧结束以后，又要把这些羊群分成几群，把它们分别的赶进羊圈里边。所以说呢，在驾驭另外一个种族这个事情上边，我相信蒙古人是有天赋的。因为被蒙古人所侵略的这些国家，他从来没有把你当人看过，他们看汉人呢，就是2脚羊，就是长着2只脚的羊。那么对于其他国家的其他民族也是同样嘛。所以呢，蒙古人就是用驱赶羊群的方式来统治这些被他侵略的国家。当几千头羊聚在一起，一旦羊群遭到什么刺激的时候，那么对于区区几个人的牧民来说，他们是无法掌控那么大的一个群体的。这时候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技巧就出现了，它就叫做分群。把庞大的羊群通过驱赶的方式让它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群体，这个时候你才有机会把这样庞大的羊群赶进自己驻地的羊圈里边去。同样的方式，蒙古人呢也把它用在了国家的统治上面去。当然了，话分两头说啊，乌鸦三语啊，必须要说明蒙古人的统治呢，它是充满愚昧的，它并不是说它充满智慧的啊。在元朝时期啊，蒙古人曾经想要把汉人全部杀光以后，然后呢，好让他们来放牧放羊。下边的大臣就急了，我操，你是不是个傻逼啊？当然了，在蒙古的可汗面前，他可不敢这么说。他想表达的就是说，这些人呢，老百姓，你可以让他们收税的嘛，让他们交税呀，这个要比你放牧不知道要挣多少倍的钱呢。这个时候忽必烈一想，哎，好像也有点道理啊。那要不然就先留着他们，不杀他们了吧。所以说，我们从一个侧边也可以看得出来，蒙古帝国它实际上是一种落后的野蛮民族对于一些先进文明的一种侵略和反噬。那大家想啊，就在当时中国的宋朝，当时的文化之发达，生活之精致，即便是放在今天都比不上的。在宋朝时候的这些文豪们，就比如说苏轼、黄庭坚、米芾等等的这些大家云集的时期，他们的生活里边呢，充满了品茶赏花、抚琴吟唱，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这样高度发达的一个文明时期。哎，这可倒好，蒙古人呢过来把你当羊养。所以呢，这个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就是这种状态。现在网上呢，还有这么一群中国的大陆人，他们奉元朝为自己的骄傲，他们觉得元朝那时候已经打到欧洲的那个版图都属于中华民族。我经常在网上会看到这种论调，那乌鸦三语呢，那是一口老血差点没喷上来。所以就说啊，中国共产党对老百姓的洗脑，你们就可想而知，它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其实上说真的呢，提倡中华民族这个说法，乌鸦三语呢并不反对。我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它不让其他的很正确的声音发出来。
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这些把蒙古的元朝当成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种极其愚蠢的想法。好，我们接着说蒙古人的统治，他野蛮归野蛮，但是他的技巧、他的手段是真的有的。在这里呢，不排除有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呢，给蒙古人出谋划策。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人呢，但是多了去了。就在今天，我们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划分出来的30多个省的省界，绝大部分都是在元朝时期被确定下来的。朋友们可能会说啊，这个省界有什么奇怪呢？那么吴亚三语提示大家一下，我们想一下，在中国大陆，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鄙视链？那在北京长着通天文的那个什么满族旗人，对吧？那个大妈，她看所有的外地人呢，都是臭要饭的嘛，对不对？把你这长相看，这长相就不叫北京人儿。北京都是你家的，有本事你住故宫。我生在红旗下，长在天安门，你呢？臭外地的，住故宫去，臭外地，我还真是正房旗人。你看看奶奶，有通天文，你看看旗人，瞧瞧，瞧瞧，你有吗？你有吗？等会儿，北京首都我的家。臭外地的上北京要饭来了，狂什么呀？哎呦喂！有你这么说外地人的吗？啊，北京有啥咋了？北京比你强，奶奶待了1个月7、8千退休钱，这叫北京。好，那么再看上海人，真的，现在上海人都在上海热过啊，我出去碰到人家侪要讲普通闲话，侬晓得吧？实际讲上海话还要被别人说你排外是吧？我真的绑着个吃了，我真的。哎，哪个地方上底子啊？哎，对呀、啊，哎呦，真不好意思。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他们是所有不讲上海话的外地人呢，都称他们为乡巴佬。当然了，话分两头说啊，我认识的所有的北京人、上海人，他绝不可能会说得出这种话，也绝不可能有这种想法。可能他小时候会有，但是呢，等他接受了教育以后，等他懂事以后呢，绝对不会再有这种想法。所以就说呢，这些愚昧的想法，它其实上和教育程度有关系，它和你是哪里的人呢，它是1毛钱关系都没有。好，说着说着呢，又跑题了。咱们呢是说中国的省界。当蒙古人在划分中国省界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有技巧的。他们故意在一个省内安插进入一些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一些人，让他们自己人在自己省里边就窝里斗。窝里斗的好处呢，不用乌鸦三语多说嘛，就是把你们这些旺盛的精力让它白白的空耗掉，让你们这些老百姓呢没有办法形成一个集团、一个集体来一起来反对我统治者。虽然说元朝它直接是中央集权进行统治，但是并不妨碍蒙古人呢提前做这样的布局嘛。一旦说我蒙古人失势了，那么我提前布好的这些局，在以后可能就会利用得上。等到你们兵荒马乱的自己搞分裂的时候，那么这种机会呢，就是我蒙古人再杀回来的时候，在划分省界的时候安插这种矛盾。那最好的一个体现呢，大家想一下，江苏的苏南和苏北，像苏北地区呢，天气寒冷，经济落后；那么苏南地区呢，就比如说像苏州，上有天坛，下有苏杭嘛，就是江南的富庶之地。那语言也不一样啊，在苏南地区讲的就是江浙一带这种话，但是在苏北地区呢，它讲的就是山东话，讲的就是河南话。大家看，这是不是就是一些矛盾就把它埋下来了嘛？那同样的事情在安徽也是一样，皖北跟皖南同样是2个世界，别的不看，咱们就看语言就好了。皖南人觉得自己就是江苏人，就是浙江人，但是皖南人看皖北人呢，又觉得他们就是河南人，就是山东人嘛，因为他们的口音就是河南人、山东人说话的口音嘛。好，前面我们说了，有苏北和苏南的矛盾，有皖北和皖南的矛盾。好，把这2个省的北方的人呢都去掉，当皖南和苏南的人遇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又会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首先在鄙视链上面来说呢，江苏人他是无论如何也看不上安徽人，但是呢，当苏南人遇到一个皖南人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些江苏人会主动的称这些安徽人为老乡。那么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江苏人他的内心是怎么活动的呢？他的潜台词其实上就是说啊，我认你做老乡，其实上是把你拔高了。按道理来说呢，我应该是要看不上你才对的，但是呢，你作为一个皖南人，比起北方的那些大老粗来说啊，你要好得多。所以呢，我尊重你，我看得上你，我看得起你，我才会把你认作为我的老乡。所以呢，虽然在嘴上边说的是老乡，但其实上从背地里、从骨子里边呢，我还是看不上你，对吧？这种南北的矛盾，如果你把它放在福建的话，那就将更加的严重。福建人，特别是闽南人、沿海一带的人，他们把所有非自己老乡的这些人呢，全部称为北子。在闽南语里边，这个北字啊，就已经是非常难听、非常充满偏见、非常看不起你的一种称呼。大家看这种鄙视链啊，你越往中国的南边走，它就变得越加强烈。好，同样的事情我们再看湖北，湖北的东部和西部同样是2个世界。湖北西部的人呢，无论是从口音、
方言还是从生活习惯上，他们就是四川人，就是重庆人嘛。如果说你不会讲中国西南官话，也就是云贵川这一带的话，有一天你旅行来到了湖北西部，你如果听当地人说话的话，你一定以为你身在四川，要不然身在云南或者贵州，你绝对不可能知道你已经到了湖北。好，就是湖北西部，像恩施啊、十堰啊这些地方。等你来到湖北东部以后，像武汉周边黄冈市啊这些地方，这个呢才是真正的我们脑子里边的湖北人说话嘛。好，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呢，那是太多了，我相信中国的每一个省它都有。像我的这些大陆观众朋友们，你们无论是哪个省的，只要是你在那个地方长期生活过超过10年，那么你一定能够举出类似的例子来。好，今天这个节目呢，聊着聊着好像又聊歪了，是不是？关于俄国人鲸吞蚕食中国领土这个问题呢，它的大背景、大环境以及从历史上面呢，我基本上已经讲得够清楚了。如果说朋友们已经看过我这2期节目呢，我相信对于这个问题呢，已经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你和你朋友吹牛逼的时候，已经可以吹一些了。今天这期节目一说又说了20多分钟了，如果要再继续说下去呢，我估计说到40分钟都没有问题，因为还有环俄罗斯计划，还有泛突厥主义等等的一系列的话题，如果展开的话，它会非常精聊这些东西。关于这些话题呢，我在以后的节目里边会以单集的形式来出现。关于俄罗斯吞并中国领土的话题呢，今天513语就结束在这里。最后呢，我用最简单的语言做一个简短的总结。俄罗斯人，斯拉夫民族，他因为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变得分崩离析、四分五裂，民族之间也出现了裂缝，像东斯拉夫、南斯拉夫，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蒙古人的仇恨统治。当俄罗斯人复国以后，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如我想象当中那么善良。如果我自己不是先心狠手辣的话，那我只有被宰割的份啊。于是呢，俄罗斯人开始先下手为强，对自己周边的国家进行侵略。他们认为进攻才是最好的反手。俄罗斯人的这种想法呢，从蒙古人退出历史舞台到今天这500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是这样践行的。这种思想也融入了俄罗斯民族的这个血液当中，一直到近代，俄罗斯呢吞并中国的大片领土，并且扶持起了中国共产党来推翻自己的合法政府中华民国，以此来把这些已经吞并掉的100多万平方公里、接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呢进行合法化。从此以后呢，中国大陆这片区域呢又陷入了一种无法预知未来的一种状态之中。所以呢，把这些历史事件如果把它串联起来的话，它是有连续性的。如果说最早的时候蒙古人没有对周边的国家进行这样残酷的屠杀和统治，那么这一些仇恨的种子、仇恨的基因，它是不会埋在人类历史里边的。大家想，蒙古人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他放他的羊，我们汉民族呢种我们的田。如果说大家有富裕的话，那你用一些羊肉，你用羊毛来交换一下我们的农产品，我们的大米、茶叶、丝绸，对吧？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可是他们偏偏采取了一种侵略的手段，用屠杀的手段来逼迫你去屈服。像这些仇恨的种子被埋下去以后，到了今天它仍然没有被消灭完，可能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它又将再次萌发。这个呢，又将让我们的这个世界陷入一种动荡不安和战争的状况之中。好了，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还有在这里特别感谢几个在催更的朋友们，多谢你们的支持。最近我因为工作非常的忙，所以像这样大块的时间来做节目的机会非常的少。在此呢，513语和各位朋友们道声歉，让你们久等了。这样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不会太久。好，谢谢各位。